上次不是说那个3000移英港人伦敦街头抗议那个事吗？现在这个事闹大了，连这个英国工党的议员都看不下去了，搞了个联署声明，向内政部求情。他们搞了个调查啊，这个数据吧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在这个受访的6667个病优家庭里啊，只有8%的家庭完全符合新的 B2 英语要求，只有8%呀，各位，这是什么通过率啊？这是只有学霸家庭才能留下来的节奏啊！更可怕的是啊，高达43%的家庭没有任何一个家庭成员能达标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旦这个政策真的落地啊，将近一半的移英港人啊，将近20万里的那一半啊，就得卷铺盖走人啊！这几十万人卖了房辞了职，断了香港的后路，结果在这个英国混了3年，最后落个非法移民或者是被遣返的下场。哎呦妈呀，这都不是惨字能形容了啊！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诈骗。这英国政府是庄家，那这帮港人呢，就是上了赌桌的韭菜。现在这个庄家要收网了，连根都要给你拔了。那有人会说，工党不是在帮忙吗？还有希望？哼哼，太天真了啊！咱来聊聊英国现在的政治局势。现在英国是谁当家呢？工党。那工党的日子好过吗？不好过啊。GOE 的那个什么改革党，那个法拉契领导的党，那支持率是蹭蹭的往上涨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英国老百姓日子苦呀，通货膨胀啊，能源危机啊，这个冬天暖气都开不起啊。他们怪谁啊？怪移民啊！都是你们这些移民啊，抢了我们的公屋，抢了我们的福利。现在这个工党的支持率啊，已经被这个GOE反超了，差距啊拉大到了9%。那如果你是这个工党的首相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会为了保住这几万个香港人的利益，去得罪几千万英国选民，还是说就顺应民意，拿这个香港人祭旗来换取选票？这笔账小学生都会算呀。从政治角度看吧，这工党的选票利益绝对是大于这帮外来户的利益。所以呢，工党现在的求情大概率就是做做样子啊。我已经帮你们说话了啊，但是这个内政部不听啊，我也没办法。这就是西方政治的虚伪，需要你的时候呢，你是民主斗士；不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是社会累赘。所以啊，一些港人是想通了，纷纷准备回流香港。回港可能要重新找工作，但至少这里是讲中文的呀，这里没有种族歧视。他们经常提到那个治安和法治啊，这简直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打在他自己脸上，也打在所有润人的脸上。当初是喊着香港不安全要走，结果去了英国，天天是担惊受怕呀。现在才发现吧，全民安全感最强的地方还得是中国香港。今天啊，咱们聊聊当初意气风发，现在灰头土脸的移英港人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就算被骂瞧不起，也要回流香港的？那事情嘛是这样子的，最近有个香港哥们儿，在那个什么脆上面发了个长文。脆啊，大家都知道吧，就是国外那个脸书公司搞出来的，对标这个推特了、微博的东西。那现在呢，基本成了那帮润人的赛博哭墙了。天天在那个上面发牢骚啊，今天是水管爆了没人修，明天是地铁罢工上不了班。但是这个哥们儿发的这篇不一样，这一篇那是字字泣血，字字扎心啊，直接预定了年度破防大奖。那这哥们儿干嘛呢？他宣布我不玩了，我要回流，我要回香港。这英国的日子谁爱过谁过，反正我是不过了。哎呦喂，听到这儿我可就不困了啊！大家想啊，当初走的时候啊，那可是把香港的一切都踩在脚底下的呀！什么逃离啊，什么呼吸自由空气啊，现在怎么着？自由的空气呛嗓子，还是民主的西北风喝不饱啊？这绝对不是个例啊，这是千千万个病优移民的缩影。大家想想，能发帖抱怨说明啥？说明真的痛了呀！咱们常说，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就在一瞬间，可能是在这个英国超市看着一颗大白菜折合人民币几十块钱的时候，也可能是生病了想看医生，结果全科医生告诉你排队等到下个月的时候，还有可能吧是这个深夜走在伦敦街头，看着满大街的酒鬼和瘾君子的时候。但这个哥们儿说这些物质上的苦吧，他还勉强能忍。真正让他破防，让他下定决心卷铺盖回家的是2把尖刀，一把呢是插在他后背上的是同胞，另外一把是架在他脖子上的是英国政府。先说这第一把刀这个哥们儿在帖子里骂的那叫一个难听。他说促使他回流的一大原因就是移民圈里那帮港人的丑恶嘴脸。
他原话大概是这么说的啊：我本来以为吧，移英港人能团结一心，结果发现其实就是希望在这个香港住惯鸽子笼，到了英国终于能住上大房子，就以为自己上岸的井底之蛙。各位，这词儿用的啊，井底之蛙，他在骂谁？骂那帮先去几天的老移民。这帮人有个什么心态呢？咱们来分析分析。他们在香港可能混得真不咋地，住的是这种公屋，每天是挤地铁上班，受了一肚子气啊。那到了英国，这个英镑一换，虽然还是穷啊，但是这个英国是地广人稀啊，随便你租个一个独栋小楼，哪怕这个楼嘛是几十年的老砖房，哪怕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，但是他看着楼梯，看这个后院，他就膨胀了。我从小就爱嘚瑟。大家脑补下这个画面啊，几个移英港人聚餐，那个画面绝对不是互帮互助啊。假说阿强啊，你刚来吧，还没买车吧？哎呀，在这个英国没车怎么行？我现在出门都是开二手宝马了。乙说，就是啊，你那个区治安不行啊，虽然便宜，但都是印巴人。你看我们住的这个区啊，虽然贵点，但是全是白人，那个素质就是高。听听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归热狂热加上暴发户心态的变种。他们在那边呢，被英国本地白人歧视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在这公司里被这个洋人老板呼来喝去的，还得陪着笑脸说 Yes sir。结果一转头看见刚来的香港同胞，立马把腰杆子挺直了呀。你看你啊，这个英语都说不利索，别给咱们香港人丢脸。你居然还在看 TVB 啊？能不能融入一下英国文化呀？这哥们说的太对了啊，这也就是踩低捧高啊。他们通过踩踏自己的同胞来获取那么一丢丢可怜的虚假的优越感。在这帮人眼里啊，团结不存在的，谁过得比我好我就嫉妒谁，谁过得比我差我就嘲笑谁。这就是典型的螃蟹效应啊！一筐螃蟹啊，只要有一只想爬出去啊，底下的螃蟹就会拼命的把它给拽下来，最后大家一起死在筐里啊。所以发这个帖的哥们儿心寒呀，他本来以为去了这个英国是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，结果迎接他的是勾心斗角，每天不仅要应付英国的高物价，还得防着这个同胞背刺啊。今天你发个帖子问哪里有便宜菜买，底下评论区全是冷嘲热讽啊，连菜都买不起了，当初别来啊，这么穷酸，丢香港人的脸。真的啊，你说看到这种评论，别说当事人了，我看着都想笑啊。这帮人呢，就像是一群在泰坦尼克上抢救生艇的人，那船都要沉了呀，还在那争谁的救生艇更时髦。你说这种不团结、互相拆台的氛围，谁还待得下去啊？这哪里是追求自由啊，这是追求自虐啊！如果说这个同胞内斗是精神攻击，那接下来这个就是英国政府实打实的物理毁灭了。这个哥们儿回流的第二原因，也就是最致命的一击，英国政府要提高永居门槛了。当时那个英国脱欧啊，劳动力短缺，经济也不行。一看香港这块肥肉，哎呦喂，这么多的中产阶级啊，带着钱带着技术，来，大英帝国欢迎你。结果现在呢，钱榨是差不多了，英国本土的通胀是压不住了，本地人开始抱怨移民抢工作、抢医疗资源了，英国政府立马变脸。具体怎么收紧呢？前面视频呢之前已经聊过了，这边大概再说一下啊，就是首先这个英语水平啊要从 B1 提到 B2。那大家想想，那帮移英港人里啊，有多少是这个40-50岁的中老年人，有多少是卖了房子带着全家老小过去的？你让一个50岁的大叔，以前在这个香港可能就是开出租、做装修、当厨师的，你让他去考雅思，还要达到这个 B2，这不是逼张飞绣花重新找茬吗？这发帖的哥们儿自己是大学毕业，他说他能考过，但是他老婆呢，他爸妈呢，只要家里面有一个人考不过，这就意味着拿不到永居。那你拿不到永居呢，那你这几年在这个英国交的税啊，交的那些医保费啊，全部都打了水漂。其次吧，这个年收入不能低于12570英镑。有人说这不多呀，折合港币也就13万，一个月1万多港币，这在英国不是随便挣吗？嘿，您别天真了啊！首先，这是白纸黑字报税的收入。那很多港人在那边干嘛呢？去唐人街刷盘子，去送外卖，去当黑工。那这些钱啊，很多是不能报税的，或者是临时工。其次嘛，英国现在的经济环境那差是一塌糊涂啊。你想找个正经的全职工作，难如登天。这个哥们儿在帖子里特别强调一个数据，对比特别强烈啊。
就是他在这个香港的时候，时薪算下来月入能有4万多港币，4万多呀，在这个香港那是妥妥小中产呀。那去这个英国呢，拿着这个最低工资啊，干着最累的活啊。现在这个英国政府啊，还嫌你赚的少，你赚不到12570英镑，那你就是社会的负担，你没资格留在大英帝国。无独有偶啊，另外一个已经回流的港人也在这个网上发这个劝退帖。他说到了那边啊，为了省那几个字啊，哪怕以前是做这个办公室的白领啊，现在也得去干蓝领的活儿。什么仓库搬运工啦，送外卖的，开巴士的，这都不算是惨的啊。最惨的是这个生活质量的断崖式下降。去这个超市买菜都不敢看正价的呀，得盯着那个黄标签儿，那是快过期的特价货。一帮以前喝红酒吃牛排的主啊，现在跟那儿抢那个打折的烂菜叶子呀。而且英国那个破天气咱这都知道啊，这一到冬天那就是个大冰窟呀，还没有暖气，能源费是贵的吓人。在这个香港稍微冷点了就嗷嗷叫，但是到了英国0度以下都是常态啊，还得自己通马桶，自己修水管，自己做饭。还是第二点听着更来气，那就是英国那奇葩的福利制度。他说我不怕吃苦，但是我怕吃亏啊。他在那边辛辛苦苦打工，累死累活，结果一看这工资条，好家伙，扣了一大半的税，这钱去哪儿呢？全给英国政府拿去养闲人了。他举了个例子啊，特别扎心，说就他住那个社区啊，有一些这个南亚裔的家庭，人家2口子啥也不干，就在家专门负责生孩子。生一个给一笔钱，生一堆给一堆钱，甚至有的机构算过，人家这一家子光靠这个领福利啊，拿到手的钱比他这个天天起早贪黑啊打工的移民家庭还要多啊！你琢磨琢磨这个心态能不崩吗？合着你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，抛家舍业的，就是为了给这个大英帝国当血包？你在这边是当牛做马的啊，供着人家在那边晒太阳生孩子，这哪里是追求公民社会啊？这是去当冤大头啊！这英国政府也是一肚子坏水啊，政策是3天2头的变，今天呢加税，明天呢涨门槛，就把这帮滨欧港人啊当猴耍，这帮人啊还傻乐呢，觉得这是民主的阵痛，我看这是智商的欠费。那这起回流事件呢，也给咱们所有人提了个醒不管是这个英国还是美国啊，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香港人的死活。在他们眼里这帮人只是地缘政治的筹码，是用来恶心中国的棋子。棋子一旦没有了，或者说这个棋子开始要吃饭花钱了，那就成了弃子。还是那句话啊，祖国把你当个宝，你非要去当根草。现在被这个风吹日晒打枯萎了，才知道回头，是不是太晚了？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啦，你对这波回流怎么看呢？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